福建龍岩永定高頭鄉嘅承啟樓，自稱或被稱作土樓之王，由江氏家族建於1662年，距今超過300年嘅歷史。作為福建土樓嘅一份子，承啟樓以其獨特嘅建築風格同埋規模，喺2008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喺大世界吉尼斯紀錄中，永定縣嘅福建土樓多達23000座。按照現時永定嘅戶籍人口46萬人計算，平均每20人就分得1座土樓。若果按照清末民初嘅時候4億人嚟計，咁當年6個人就會分得1座土樓，堪稱實現咗土樓嘅自由。據記載，承啟樓係圈數最多、建築規模最大嘅土樓。建築規模最大嘅土樓並不等於佔地最大嘅土樓。承啟樓嘅直徑為62.6米，樓高4層，總建築面積達5376平方米，有400間房，每間房嘅平均面積為13.44平方米。對於現時嘅香港人嚟講，呢個面積勉強過得去。但對於同時期嘅傳統民居而言，可以話係非常之逼傑。內部由3圈環形樓同埋一個中央祖堂組成，總共可以容納數百人嘅大家族成員居住。其餘嘅地方就係巨大嘅公共空間、通道同埋連廊相互穿插。天圓地方，簡直就係為咗中國人嘅傳統生活同埋集體觀念而專門度身訂造嘅建築物。牆體嘅厚度從基底1.5米到頂部嘅0.9米逐漸大減，由夯土、石塊、木材等材料混合構造，能夠抵禦外敵同埋自然災害。底層係廚房，2層係糧倉，3、4層用於起居空間，同時3、4層配置有少量嘅窗口。城門一關即係等同於銅牆鐵壁，除非具備上天入地嘅本事。喺冷兵器時代，針插唔入，水潑不進。然而，通常固若金湯嘅堡壘，往往係由內部被攻破。由於土樓內人口密集，人心難測，只要有一個人存在疑心，土樓自然不攻自破。隨住家族嘅繁衍同埋人口增加，原有嘅土樓無法容納所有成員，就會喺附近建造新嘅土樓。以承啟樓為中心，周圍有僑福樓、五鳳樓、福盛樓等。呢啲土樓大多係承啟樓落成，由家族嘅後代或嘅分支家族陸續建造。喺長達300多年嘅時間入邊，新建嘅土樓並不多。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後嘅時期有咗轉折，集中力量辦大事嘅風格成為建造土樓嘅推動力。期間建造嘅土樓數量達到空前嘅規模，迎嚟咗爆發式嘅增長。只係大幹快想建造成嘅土樓冧得特別快，大多數已經荒廢咗。1880年，蘇谷春喺新南村興建咗顯香樓，土樓同埋周邊風景相映成趣，溪流潺潺，青山如黛，梯田層疊。有詩一首：遠山近水土原流，隔壁殘垣且半樓。耕讀傳家遊傳世，詩情畫景何悠悠。顯香樓以詩禮傳家作為家訓，歷來讀書人才輩出，係當地典型嘅書香門第。顯香樓嘅外圍設有圍牆，以及從事農業生產資料嘅倉庫，依靠圓形嘅外牆層層往外擴建。由於樓內嘅家族人口大部分已經移居，當年服務於家族嘅私人學堂早就變成咗一所小學，只係無論係私塾定係大山小學，已經人去樓空，成為咗歷史嘅記憶。穿過厚重嘅大門口，透過2個天井，可以直通中堂嘅祖屋。樓嘅內廳係仿府大式建築，有後堂、中堂、前堂，廳左右兩側有廂房。喺有限嘅內圈空間，卻又別有洞天。只係侵佔咗室內嘅空間，
因此大部分嘅活動移到咗土樓外部嘅空地上。喺中國人傳統嘅觀念入邊，死者為大，攞最好嘅空間供奉祖先係一件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絕對正確嘅定律，比牛頓力學嘅三大定律仲要確鑿。祖先供奉嘅地方係成棟樓嘅中心。如果要質疑傳統中國人是否有信仰，咁信仰祖先必定係首要嘅信仰。幾千年嚟，直到改革開放前都係如此。即使放喺今日，大部分嘅農村地區亦依然如此。祖宗嘅信仰係維繫土樓生活秩序嘅必然條件。有咗祖宗嘅意志、祖宗嘅家法，只需要服從，只需要聽話，一切按部就班，一切就會顯得井然有序。換個方式嚟睇，土樓係一個整體，個體只係其中嘅一粒粒螺絲釘，如同分布喺土樓入邊嘅房，只有數字嘅區別，並冇個性嘅差別。現存嘅民間土樓分成兩類，一類係有人居住，另一類就無人居住。可以睇到嘅大部分土樓都有人居住，只係居住嘅人口多少嘅問題，而冇人居住嘅土樓基本上亦都睇唔到。呢幾十年嘅時間已經荒廢倒塌拆除咗唔少。雖然土樓嘅結構理論上固若金湯，但前提係要有人氣、有煙火氣。冇人氣、冇煙火氣嘅夯土建築，只係堆積起身嘅泥沙，壽命不過10年，好快就會塵歸塵，土歸土。除咗小部分可以用作商業化，作為旅遊景點、民宿有專人打理之外，已經甚少有人願意居住喺土樓嘅單元格外。嗰種熱熱鬧鬧嘅氛圍，嗰種忙碌嘈雜嘅生活音調，已經消失多年。南中村嘅環極樓係為數不多保存完好有人居住嘅土樓，尚有10幾戶嘅人家仍然保留着原有嘅生活形態。從環極樓走出嚟嘅蘇氏子孫，大約有400多人依然留喺本村，其他嘅後代大多數去咗香港或者南洋。一年中最熱鬧嘅時刻就係春節嗰幾日，幾百人齊聚一堂，喺祖宗嘅見證下，重溫走過嘅歷程，共享家族嘅榮耀。其餘嘅360日時間，住喺環極樓入邊嘅長者堅持落嚟嘅目的，就係為咗等待下一次嘅幾百人齊聚一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堅守住祖宗嘅意志，守護住宗族嘅遺產，等候着下一代會繼承呢份守候嘅習慣。然而歲月蹉跎，物是人非，土樓嘅存在喺今日睇嚟只係歷史嘅一部分，已經完成咗歷史嘅使命，可以被人銘記，亦都可以被人拋棄。特殊時期、特殊文化產生嘅特殊建築，當脫離咗嗰種環境嘅時候，變成文化遺產嘅一部分，似乎係一種宿命。南方地區宗族嘅瓦解，個體變得原子化，缺乏咗來自宗族嘅約束力，集體主義已經失去咗共同嘅目標。從經濟嘅角度嚟睇，土樓既非豪宅，其建築造紙亦都唔算高，除咗外形比較特殊之外，剩低嘅無非都係缺點。上個廁所、屙個夜尿，都仲要跑出土樓外嘅生活體驗，當然違背咗人們對美好生活嘅追求。仲更加唔使講隱私權，人同埋人之間嘅邊界感呢種更高嘅要求。大部分嘅土樓都係由當地嘅窮人為咗節省居住成本，有錢出錢，冇錢出力，共同建造而成嘅集體建築。通過創新嘅建造形式，滿足資源不足時代大規模嘅居住需求。與同時期嘅其他地方民居相比，實際居住嘅體驗相當之差。只有將人物化，成為一粒螺絲釘，先至會完美咁嵌進土樓嘅世界，成為能住喺土樓嘅一份子。仍留喺土樓居住嘅老人，只係習慣咗土樓嘅存在，
習慣咗嗰個時代，習慣咗一直以嚟嘅思考模式，希望再返到嗰個時代，因為土樓入邊有佢哋嘅青春，有尊嚴、價值觀念，甚至等同於個體嘅全部。福建嘅土樓如曾經嘅羅馬城，非一日建成，亦非一夜倒塌。